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到底是谁在给诚意立呆又萌的人设？在娱乐圈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，明星的人设往往决定着他们在公众心中的位置。有人走高冷路线，有人主打演戏少年，也有人以憨萌反差感取胜。而在这之中，诚意的呆又萌人设似乎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，既不是刻意包装出来的人设剧本，也不是粉丝自嗨式的滤镜幻觉，而是一种在真实与传播之间悄然生成的结果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到底是谁在给诚意立呆又萌的人设？一、呆又萌从何而来？诚意的反差魅力。呆和萌在普通人眼中可能是可爱、木讷、天真无害的代名词，但放在一个演员身上，却可能意味着社恐、不懂圆滑、慢热。这些特质在娱乐圈并不算讨喜。然而，诚意身上这种呆萌感，却让观众忍不住心生怜爱。从他早期的采访和幕后花絮中就能看出，诚意说话慢，思考久，经常被主持人调侃你是不是卡了。有时候别人抛给他一个梗，他反应要比现场观众慢半拍，但等他反应过来时，那种后知后觉的笑又会让气氛瞬间变得轻松。这种反应迟钝在别的艺人身上可能会被剪掉，而在诚意身上却成为了一个反差萌的标签。他不是故意装呆，而是真的慢热。他不会抢话，也不会迎合镜头。当别人滔滔不绝地表达时，他只是静静听着，偶尔冒出一句朴素但真诚的话语，让人觉得这个人好真。二、粉丝的二次创作，从尴尬到可爱的人设转化。一个人设能火起来，除了当事人的特质，还离不开粉丝的二次传播。在诚意的粉丝圈中，呆萌已经成了一种集体默契。例如，他在直播中认真讲剧情时被打断，会一脸茫然的愣几秒；录制综艺时被要求跳舞，他会小心翼翼地摆动2下，然后自己先笑场。这些片段被粉丝剪成搞笑视频，加上字幕和 BGM 后，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酵，诚意呆萌的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。而有趣的是，这种人设并不是粉丝硬捧出来的。粉丝们调侃他像个小学生社恐文学代表，但在这些玩笑背后，是一种真挚的保护欲。大家知道他不是不会表达，而是不善言辞；知道他不是冷漠，而是有点内向。于是，呆萌就成了一种温柔的语言，他包容他的迟钝，也肯定他的真诚。三、媒体的助推，人设传播的叙事包装。粉丝的传播是一种草根力量，而媒体则是将人设固定化的加速器。过去几年，诚意在各类节目、采访中不断被贴上害羞、内敛、木讷的标签。媒体喜欢写他有点社恐，但很努力，不太会说话，却很真诚。这些文字看似平淡，实则在一点点塑造呆萌框架。举个例子，诚意在接受采访时，记者问他拍摄《莲花楼》最难忘的瞬间，他想了很久才回答：“每天都挺难忘的吧。”这句回答虽然没有亮点，却因为太真诚而显得可爱。他没有为镜头准备金句，只是如实表达。媒体抓住这一点，将其演绎为诚意的憨厚纯真，让观众对他产生了信任感。此外，他的走红阶段正值观众对真诚极度渴望的时代。流量明星太多，表演痕迹太重，话术太圆滑，于是一个不会营业、不懂装的诚意，反而成了稀缺资源。媒体自然愿意把他捧成一个天然萌不做作的代表。四、公司与团队，默许的温和定位。不可否认，艺人团队在塑造形象时也起着关键作用。诚意所属的公司一直走稳中求进的路线，没有强行给他套上顶流的外壳，也没有让他频繁参加综艺刷存在感。
这就让他的形象维持在一个低调但不疏远的区间。而在日常宣传中，团队似乎也刻意保留他那种有点呆的自然状态，比如在短视频拍摄中，不去要求他刻意耍帅或抖机灵，在直播互动时，也允许他照着自己的节奏慢慢说话。这种反向营销其实很聪明。当别的艺人忙着人设管理时，诚意团队选择让他做自己，结果反而更吸引人，因为观众会觉得他没有被包装，他就是这样。5. 公众心理，为什么我们喜欢呆又萌的人？要理解诚意呆萌人设的走红，还要看观众心理。现代人生活节奏快，社交压力大，面对精致、能言善道的明星，反而会产生距离感。而诚意这种笨拙又温柔的形象，让人感到亲切。他不会逢场作戏，不会用油腔滑调掩盖尴尬，他的害羞，他的迟疑，都像是我们自己的投射。这种反精致审美趋势，让呆萌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符号。它不再是单纯的可爱，而是一种安全感的象征。在人情复杂的世界里，诚意这种不会骗人的气质，让人觉得踏实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呆萌并非单一面，他在戏里可以冷峻、果断、刀锋般的狠，而一旦收工，立刻恢复温吞的语调、安静的神态。这种强烈反差，让观众在演员和本人之间形成双重投射，既被他的演技吸引，又被他的真性情打动。6. 从人设到人格，真与假之间的模糊地带。诚意自己其实也意识到外界对他的呆萌标签。他在采访中曾笑着说：“我不是呆，是反应慢一点。”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，却恰好点出了真相。他并没有刻意迎合人设，而是被动地被外界定义。娱乐圈的人设总有塌房的风险，有的人设是虚构的，一旦被揭穿就反噬自身；而诚意的人设却建立在真实基础上。他确实话少，确实害羞，确实有点木讷，这些真实存在的特质不需要编排和修饰，所以即使观众知道这是呆萌，也不觉得是假。这种模糊地带让诚意的人设既安全又稳固，它不是虚构，而是提炼。7. 观众共情，那份想保护他的心。从心理层面看，诚意的人设成功，还在于观众对他产生了保护欲。他的呆不是愚笨，而是温柔的迟钝；他的萌不是表演，而是情绪的真切。每次看到他因为说错话而慌张，因为被夸而害羞时，观众心底那根怜爱的弦就被拨动了。他像一个认真生活、认真工作的普通人，而不是被光环包裹的偶像。这种可接近性是极其稀缺的，正因为他不像明星，反而更让人信任。于是，粉丝们不仅是喜欢他，更是想为他挡风遮雨的那种喜欢。8. 呆萌之外的力量，真实的专业与努力。当然，如果诚意只是呆萌，那他早就被淹没在娱乐圈的浪潮中了。真正让他立得住脚的，是他的作品和实力。无论是《沉香如屑》中细腻克制的爱而不得，还是《莲花楼》里疏冷孤傲的侠者之心，诚意的演技都让人看见一个外冷内热的演员。他在剧中的狠劲、爆发力，与他私下的温吞反差极大。这种戏内外的张力，让呆萌成为他的延伸而非束缚。换句话说，观众喜欢他的呆萌，但信服的是他的专业。正因为他不是靠装傻卖萌走红，而是靠实力支撑，观众才会把呆萌看作一种可爱的真实，而非刻意为之的噱头。人设可以被立，但真诚无法被造。那么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到底是谁在给诚意立呆又萌的人设？答案是，没有人刻意立，而是所有人共同造就的。诚意的真实特质是这幅画像的底色。粉丝的传播是涂抹的笔触，媒体的报道是勾勒的线条，而观众的喜爱则是让这幅画鲜活的光。
呆萌只是表象，真正吸引人的是他那份不被浮华污染的真诚。在一个人人都会为镜头准备台词的时代，他的慢半拍反而成了最稀有的浪漫。所以，与其说他有呆萌人设，不如说他只是做了自己，而世界刚好喜欢这样的他。